从这边呢就进入到新庄地铁站了。坐着1号线呢，从新庄来到了陕西南路。看到这个SOHO复兴广场呢，很多店啊也都关了门了。这条合肥路边上呢，都是以前的那种联排的洋房。我身后的就是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的校园。现在我正对的呢，就是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恒基血灰天地的 roof， 这就是这栋建筑物。大家好，打车来到新庄的这个广场啊，这边还都在建设过程当中。整个新庄站的楼上都在进行改造。这边呢又多了一个京山铁路的车站，以后呢会变成一个枢纽。但这个上面呢也在进行一个综合性的开发，或者说叫 TOD 的一个工程。想必呢不但有商业，还有商住楼、酒店啊、办公楼等等，将来呢就会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上盖的商业的中心，同时呢又是一个交通、地铁、火车的枢纽。现在进站的地方呢，看来还是相对比较简陋，因为这些都是临时的建筑，将来呢应该会做一个重建和改善。从这边呢就进入到新庄地铁站了，这边有牌子可以去铁路新庄站、京山铁路，还有1号、5号线的新庄站。我们在这边搭车、搭地铁进城。今天的一家人啊，一家4口整整齐齐出去逛街。好，那我们到了市区再跟大家分享。现在我已经进了地铁站了，你可以看到这边正在进行施工。这个地方呢，以后会有一个叫天汇广场的商业中心，边上就有个新庄站啊，就京山铁路的一个站。新庄站呢是1号线的终点站，所以一般来讲这边都有座位。现在我们等地铁进站。坐着1号线呢，从新庄来到了陕西南路。现在我们要去转车去新天地，其实就一个站而已。陕西南路站呢，属于陕西南路和淮海路交界的地方。座位呢，以前都是一些上智者或者比较向往的居住的环境，像襄阳路啊。这个附近还有上海音乐学院等等。这个地方呢，现在也是成为一个交通枢纽，1号线、10号线和12号线汇合的地方。并且呢，在这个地方有一个上盖，一个很大的商业中心，也是上海比较人气足、生意旺，而且年轻人喜欢来的一个时尚天地。所以呢，上海还是以前的老的城区啊，我们原本就保留着很好的历史人文，所以也最先呢成为发展的区域。这里换乘的地方还是要走点路，走的人很多，大家步伐都是急匆匆的。所以这座城市呢，就像大家感受到的一样，它是一座现代化的城市，并且呢不断在发展。在发展的过程当中呢，
给予很多年轻人以机会，尤其是周边的或者受过比较好的教育的年轻人呢，都会云集于此。虽然不容易啊，这边用打拼2个字来形容，但是确确实实，这边也是他们一片奋斗的天地，可以施展大家的才华。有能者就可以留下来，在这边站住脚跟，结婚生子，并且拥有自己的住房。这边出去呢，就是这个商业中心呢。一个国家啊，只要能够抓住发展的机遇，其实仅仅30-40年呢，就可以让人刮目相看。上海这个城市就是这样的。我从小出生生活在这座城市，但是我离开这座城市的时候呢，上海是没有一条地铁的，可能只有一些上个世纪30-40年代繁华的一些记忆，这也是口口相传的一些记忆吧。但是我们生活的那个年代，我们的青少年呢是在贫穷当中度过的。这里就是陕西南路环贸 IAPM 这个 shopping mall 的地方。现在我们要下10号线站台去转乘10号线。我们来看看10号线去往哪里。下一站是上海图书馆，我们要去大会是新天地方向。这条线呢是西边到杭中路或者是虹桥火车站，而那头呢是去到很北的地方基隆路。现在呢已经到了一大会址新天地站，准备出站。当然这个车辆里面人还是很多，不仅购物需求，而且呢站满了人，以小孩老人为多，很多听口音的人该是到上海来旅游的暑假的时期。现在呢我们准备去到出站口，然后呢打算走到我们小孩曾经读了8年书的学校，当然我们也只是到门口告知而已啊。现在呢我们从中共一大会址复兴中路、马岗路、黄陂南路这边淡水路复兴中路5号出口出去了。其实这边呢就已经是SOHO复兴广场下面的了。这边呢我们曾经来过无数次，因为小孩子在复兴读书，但是如今呢他已经成为一名医生，开始独立的看诊了。酷暑时节了，走在这种地下的通道就比较凉快。看到这个SOHO复兴广场呢，很多店也都关了门了。原本都是开什么店的我也不清楚了，但是可以想象这边的生意是不如从前了。我们常来的那家日本料理店好像也关了门了，所以经济不景还是在很多层面表现了出来。这个SOHO复兴里面原本到处都是商店，到处都是餐馆，你可以现在看到全部都围闭了起来。
当然有些店应该还在的。刚刚我从下面上来了，下面有些店都关门了。其实来到上面这一层呢，也有很多商店都是关门的状态，甚至连手扶电梯都不开了，真的是能省就省了。真没想到啊，处于市中心地段的一个旺地，也是一个高尚的住宅区，地铁上盖的这么一个商业广场里面，有那么多的商店，不是关门，就是被围闭了起来。总之呢，感觉非常不好啊。所以这跟市面上大家都在宣扬的经济 GDP 还在增速等等啊，真的很不相符。好，现在走出SOHO复兴中心，这边呢就来到了一些老的街道，以前租界的这些建筑物不但被保留下来，还都安上了很多历史文化建筑这样的铜牌子。你看这个对面啊，就是上海市文物保护单位中国农工民主党第一次全国干部会议的一个地址。这条路呢是淡水路啊，再往前走呢就是淮海路。眼前这条是合肥路，这条合肥路边上呢都是以前的那种连排的洋房。虽然这个房子并不是很大啊，但是它毕竟还是独门独院啊，有自己私人的空间。马路对面这些红砖的楼房呢，就是第二医学院，后来的第二医科大学，现在的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也是我女儿在这边读书，从本科到硕士，读了8年书的学校。每次到上海呢，就是随意的走走啊，走一走以前熟悉的老街道，甚至呢有时候也会回以前的住处啊去走走看看。对面呢就是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合肥路这个门口吧，门口呢有很多柜子都是放外卖的。这是学生们进出的一个主要的门洞。但是随着这个医学院的在浦东那边建了新的院区或者校区呢，估计以后这边的学生就会变得很少了。但是合肥路上的这些房子，连排的别墅式的房子，感觉还是比较亲切。这条路上呢，也跟附近的很多的街道一样，都是载着梧桐树。这些梧桐树呢，都已经很大了，它的枝叶呢，都已经可以遮蔽这条马路，形成一个树洞。因为卢湾区的很多
高山地段呢都是以前的法租界，所以电子法国梧桐树，所以法国梧桐呢现在跟这个城市同在，走到这样的街道呢就会有一些老的味道。前面呢就是重庆南路了，这条重庆南路呢其实都已经经过了改造，后宽跟我们小时候的记忆是完全不同了。因为当年呢就是要建这条高架，南北高架。虽然这条南北高架呢是起到了一个交通主干道的作用，但是呢也把这条以前很有文化气息的马路呢进行了一番改造，就有了不一样的感觉。交通大学医学院区呢，它有两边横跨陕西南路的两侧。我的左侧呢是医学院的本部，但是更多的授课的校园啊，还有运动场所、教室呢，是在马路的对面。现在我就走一段天桥，在天桥上呢去观望一下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的校园。现在已经是8月中旬了，相信呢再过一阵子新的大学生就要来报到了。能够考入这样的学校的学子呢，应该都是天之骄子，勤奋聪慧的学生。祝愿他们呢有一个好的将来。我眼前的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带着操场的这个校园啊，估计新生都应该要搬到浦东去了吧，因为浦东的校园呢已经落成了，以后呢有可能这块地方会变成了瑞金医院发展的地方。我身后的就是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的校园。好，我们再走回重庆南路的另外一头。其实那边呢才是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的本部。当年交通大学医学院它的前身第二医学院，它是有上海的圣约翰大学医学院，还有正丹大学医学院，以及还有其他的一些院校合并而成的。我们在这边可以来看一看啊，现在我眼前正对着这些红色的教学楼，都是以前正丹大学时期留下的，现在还是作为校园的主体啊。左侧呢有一个罗森便利店，就变成了师生便利服务中心啊，有学生们都会在这边买一些东西，一些生活用品之类的。现在我正对着呢就是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
我小时候也在这个附近生活了很多年了，我没有实现的梦想呢，由我的孩子替我实现。现在我来对着我身后的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稍微来拍一下，留念一下。从这边呢就走进学校，当然现在进学校都是要有身份的这种证才可以进去的，所以我们就不耽误时间，就从它的边上呢走一走。大家都觉得上海呢是一座只有100多年历史的新的城市，但是其实它这边还是留下了很多文化的痕迹，尤其是现在我所处的这栋，以前呢是法租界，那么它带来了西方的当年是比较先进的文化，比方说这些房子都是按照西方人的生活习惯、西方的这种样式来建设的，当然还有很多卫生习惯啊，对于规则的这种遵循等等。那现在呢已经五花八门了，有些呢已经改建了，那更多的呢被一些公家单位所占用，或者呢是一些国家单位的职工以前当作福利分房，就变成了他们的住所，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过程。但是呢，现在的上海已经从这些老的城区发展成更多的新的城区，或者说以前的那种比较老旧的城区已经被改造一新成为新的这种环境。就像我小孩他目前在杨浦区那边工作，那边租的房子周围几乎没有一间旧房子，整个环境呢，我个人以为从自然环境等等方面来讲，还是比老城区更舒适。只不过呢，大家心里头还是有些念想，还是希望能够回到老城区来生活，因为这边呢购物方便，最主要的是有很多历史人文故事被大家传扬。现在呢，我已经来到了建国东路，从这边左转，准备去跟我家人在卢湾那边商业中心会合，一起吃午饭。这些地方呢，都是我以前小时候住的地方，走路10来分钟就可以走到地方了。所以这种街道呢，是我小时候还不太懂事，就喜欢到处探索的那个年纪无数次走过的道路。左边这个中学是上海交通大学附属黄埔实验中学，但以前我记得并不叫这个名字了。有些老街道呢已经很难再改变了，否则你要拆掉一大批这样旧的住房，所以仅仅是把那些街铺变成了一些餐馆商店而已。右左侧的上海市黄浦区卢湾一中心小学，这就是我小时候记忆当中的，当时是卢湾区的一个小学今天照样非常的热，因为台风洋流没有正面吹到上海这边来，
结果带来的没有雨水，只有酷热。昨天37度，我在淀山湖骑行了20来公里吧，不到2个小时，但是真的有点吃不消。但今天呢，搭着地铁到市中心来走走，在树荫底下走一走呢，我觉得还可以啊。我的左手侧呢，这栋房子是一个网红建筑，就我记得很多人都愿意到这边来打卡。好久没来了，看看能不能从里面走进去看看。这个名字叫 The Roof， 就是屋顶的意思吧。这就是我们看到这座网红建筑的样貌，全部是那种棕红色的建筑。它前面呢，还是有一个就是透光的一个屋顶啊。我们从下面去走走吧。当然，它其实也是一个小的商业中心。就这个地方呢，真的跟我小时候的记忆是完全颠覆的。因为以前呢，都是一些老百姓的住房，没有什么特别的。但现在拆掉了很多呢，就建了很多的这种商业设施。像这个是小的，前面呢还有叫 Luwen 的商业中心，好像也不止一个。所以总体来看呢，这个地方的面貌真是大改了。但这些商店呢，不知道是中午时分了，很多店都关着门，不知道是歇业了还是怎么一回事，蛮奇怪的。再下一层呢，那就更不用说了，都是那种控制的状态，所以跟刚刚在SOHO复兴中心见到的光景差不多。你只要是稍微在地底下一点啊，就没有租户，没有生意，就感觉还是萧条吧。好，现在呢，我从地下负2层坐电梯上去。只是这座建筑物呢，还是建得蛮有特色的。左侧有一个小店，亨德利名表维修。就这么一个网红建筑物啊，大家觉得怎么样？痕迹血灰天地的 roof， 这就是这栋建筑物。好，我也对着自己来照一照。好了，我们继续向前走。现在有点起风了啊，是不是台风的前奏呢？现在呢，我已经来到了建国东路和马当路路口。我对面的呢就是商业中心了，那边前面那个叫卢湾，就是卢湾区的谐音啊，可能是对已经撤销的这个卢湾区的一种纪念吧。现在我走过建国路啊，顺着马当路再往前走一走。左侧这边呢，就是一个shopping center啊。
环与会，但是向前走几步呢，就是路问。这个地方呢，是我们小时候经常走到这边来玩耍的地方。就当年呢，其实都是一些老街道后来呢被拆得一干二净，就建了不少的居民区，当然留出了很多商业用地，就像我们现在左边看到的这个路问。前面有红绿灯的地方呢，应该就是徐家汇路了。过了徐家汇路呢，就是我的以前的住所了。对面有一个淡水湾花园。左侧呢就是路问这个商业中心的入口了。晒了20来分钟的，走了20来分钟的路，被暴晒着。终于呢来到了商业中心里面了，这里面就凉快很多了。这个就是路问这个商业中心。我得去找找我的小孩，我的家人，他们在哪里等候，准备一块在这里吃餐饭啊。跟所有的商业街区一样，大家可以看到这边也是分为好多层，相信底下有超市，有各种的餐饮，更多的是各种各样的商店。然后往上去呢，你看也有很多层的空间，前方呢还有一个门进来。总之这个地方还是非常的宽敞。好，那我就准备去找我的家人会合了。那我们就分享到此，有时间我们再跟大家分享。谢谢大家跟随，再见，拜拜。